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叉社新推出的这款铁皮。M 叉这个编号都是为了配合 MP 推出的这么一个系列啊，在这个系列里边出了很多边缘类的角色。第一个是为了避免撞车啊，第二个也是为了这些老的记忆玩家们收藏的一个补足。但这一次叉社很勇的，竟然把铁皮和救护车做了出来，直接对标 MP27的洗牌。那我们这次来看一看叉社做的怎么样吧。盒子其实还是挺大的，纸品里边有一个贴纸，这个摘下来以后也可以贴在它的车窗上。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说明书厚厚的一本，正逆变的变形全部都有，变形指示还是比较详细的，中英文双语用高亮的展示，但是有一步它是变错了的。这里说明书在从人形变成车形的时候，让你把大腿往开扩，我研究了一下，应该是人形扩宽，在变成车形的时候再缩窄，所以这一步是画反了的。大家变形时候看说明书注意一下。配件内容有一个这样的货箱武器收纳格子。这个怎么说也算是G1时代的一个设定遗留 bug 吧。曾经来说啊，在动画片里边我们看到铁皮是一体变形的，但是这也算是偷换概念。G1的玩具铁皮是后边摘掉一个壳子，而且并没有脑袋啥的，所以车厢展开以后作为一个战斗平台的形式。当然在设定图里边这个东西也有登场，下方有履带，轮子可以滚动，也可以把各种的武器安插在上边。同时动画片里边登场过的滑水板，蓝色的透明零件来模仿水波浪的效果啊，这个通透感做得非常的漂亮。以及这么一大兜的配件，替换的面雕、头盔以及各种的武器、手掌的特效键、背包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就是叉社这家公司的风格了，它会搜罗所有动画片里边出现登场过的一些相关配件，给你带的都特别的齐。所以呢，这个也是喜欢叉社朋友们的一些兴趣所在吧。我们来看玩具的实物，在盒子里是人形的包装，整体来说的一个完成度相当的高啊。人形的还原程度以及对于颜色的隐藏还原，这一次叉社铁皮做得非常的好。身高方面，到头顶差不多在21.5公分左右，所以也是一个标准的配 MP 身高的产品。360度旋转看一下，背包这里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并且非常还原的做出来了这个灰色的背包，深灰色的背面是铁皮的标志性存在。也就是说，变形金刚很多难设计的点在于哪儿呢？颜色的转换，有的时候所谓的质量转换技术啊，把这个畸形的东西一言不合变大缩小是一个难设计的点。其次，对于设计师的挑战来说，一些不合理的颜色分布也是他们在考量之中必须还原的一些要素。所以这一次叉社的后背，尤其这个深灰色的金属漆涂上去以后啊，也是非常还原动画片里边的一个效果。拉起胳膊来看，腰腹部的这一块也是算包裹的还不错吧，并且腰侧面这里并没有很累赘的像 MP27那样的腰刀啊。来看头雕，叉社如今的这个美工可以说是相当厉害了啊，头雕做的非常的帅气，而且整体的一个造型还原的元素也都是有的。上面这里也算平平整整，不过会露着一些螺丝孔。胸口的这一块曲度以及这个夹角过渡的感觉，大肚腩胸口撑起来的效果，最关键的这一块用了一个变形来展现质量转换技术一言不合理的这种车窗大小转换。头部可动360度旋转，点头抬头球形关节。肩膀的位置这里边是一个齿轮关节，不过吧，它因为一个变形机构的存在啊，你在平举胳膊的时候会出现胳膊悬空的效果，这一点是让人挺难受的。你变形需要的话，这一块外折可以折到180度摊平，但是悬空的胳膊多多少少会让人感觉有一些出戏。360度旋转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同时打开后边这里的卡扣，也有一个蝴蝶关节的辅助存在，增加一些可动的效果。当然这个感觉也会悬空了。二头肌360度的旋转，胳膊肘可以折叠到90度，但是在肩头上方这里还有一个关节，所以胳膊是可以呈现出这样的180度双关节折叠。其实感觉造型也有一点点的怪。如果说这个关节坐在下面啊，
曲肘的时候，这样感觉会好看一些。现在就感觉整个的肘部啊靠近了大臂的位置，上边就只剩下一个尖头的方块了，所以这个在摆造型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难看碍眼的操作。手腕可以旋转，棉手套式的后3指连在一起，不过这里有2段的关节，食指和拇指的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腰部可以进行360度的旋转。自带弯腰关节也是变形机构的存在啊，但是吧，你在弯腰的时候，后背这里会出现很大的面积脱肉，再加上腰部这里的连接只是靠这么细小的一个卡扣，其实插的并不是很稳定。裙甲打开，整个大腿是合金的零件，齿轮关节前踢差不多踢到个70-80度啊，后踢也是70-80度的样子。侧踢也会被裙甲干涉一点，所以并不能做到3方向的90度踢平。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膝盖位置这里有一段齿轮关节可以折到90度，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轴的存在啊，所以其实还可以往上再翘一点点。同时后边这里有一个盖子，打开以后，你就能把腿部屈到这个很大的幅度对折起来了。脚踝左右有大范围的接地幅度，但这个脚因为变形的需要，它在这里边堆叠了很多的板件，导致了这个脚它其实并不是很平。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在折动的时候，这个轴是向上弯曲的。如果说卡到位的话，它很容易回落进去，就导致了这个夹角容易形成这样的三角区域，一定要把它压瓷实了，不然的话很容易后仰的。所以这款铁皮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你要是站在这里摆着看的话，造型各方面的素质都非常还原，再加上这个料子非常的润泽啊，亮亮的闪闪发光，很不错的一个人形。就是别摆太多的造型，你关节稍微的扭一扭，就很容易出现穿帮的现象。人形介绍差不多，我们来看看这款铁皮是如何变形的。倒是这回让我有点没想到啊，叉社一直是以复杂变形著称，没想到这一次的铁皮变形起来并不是太难。首先把2个肩膀的关节往上举，举到头，这个齿轮关节咯嘣咯嘣的啊，但是就是刚才说的，你摆可动的时候容易出现浮空肩膀的这么一个现象。打开手臂、小臂这块的盖板。注意啊，拳头在收纳的时候一定要折到一个非常严苛的手弯折的指头幅度。好，差不多折成这样的幅度吧，也就是大拇指叠在食指的里边，后3指呢尽量的往下贴，这个时候旋转90度，再往里翻折。然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拳头在翻折的时候非常容易的卡到这个边缘给的尺寸。好像尺寸有点没算对啊，你得揉着点劲儿把它撇进去，还很容易把这个穿轴的边缘撑开。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是尺寸算错了，是不是？卡边卡得很难受。再把板子干起来。但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因为手指头这里边有很多段的轴，也很纤细的，变形的时候小心一些。就是这一块太难受了，应该把这个口开的再大一点点，所以呢稍微的歪一点，变成斜着的角度，你这样再来回让挪进去，再把它搓正了，这样对玩具是一个最小的损伤。好，2个拳头我们先收起来，接着把胳膊往后边折一个90度，来拆玻璃。胸口的这一块它其实是分了3个零件的。往起翘一点边儿，拆的时候还挺紧，抠开。它在里边有一个插位，上方这里有一个卡边儿，所以要垫着点，同时的抠开，往外翻折，然后打开侧面这块红色的板子，注意这里有一个长出来的一个卡扣，它是插红色板的。然后压着它往下按，同时往出顶这个灰色的板子。建议操作的手法呢，就是把这块先翘起来，手指垫进去，然后用指甲硬一点的位置往下按这个红色的插榫，往下按。同时拖出的还有后背这里连接的一个卡扣。把这2块拆开，
拉开以后，我们注意这个根部啊有一个倒角，压着点根部，把它翻折上来，这样去脱开。所以这个操作起来小心一些啊，垫起来，把这块摊平，手指按进去，压着点这个卡扣，翻出来，注意这个倒角撇过来，哎，脑袋扭扭正。好，现在我们把上方这里全部的解放开。肚子这一块其实是这一次变形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里边藏了很多东西啊。倒是除开了这个前轮的收纳位置啊，其他的地方变形还是很简单的。先把背包里边的东西都翻出来，注意这一块根部的关节90度拉平，让出来更多的空间。注意看这个轮子的位置，我们先往外从根部这个轴旋转180度。挪出来，捏着点啊，因为下方腰部这里其实已经悬空了，这就是一个细小的轴。你拿手全部握住吧。我们拉近一点看，这个时候再把保险杠顺着里边的球形开口处把它拔出来，然后旋转到上方这里，让一下，把这一块面板拼齐。两边同样的操作完成之后，我们把肚子稍微的翘起来一个缝儿，中间的这块面板撬开。然后腰部的这里啊，中间有3段的连接关节，我们先把它拉开一点，拉松掉。后边的这一块呢，往出挪一挪，前方车灯的这个位置旋转180度，换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动画片里边的这个很省略的作画方式和真车的更还原的这个车灯换一个方向。做一个里外的翻折，哎，这边转过去啊，从另外的一个方向转，哎，扭过来，这个时候再把这一块回归。在回归的时候，注意两边侧面这里会出现2个小的插口，对应车灯的下方这里拼齐了，把它扣上。哎呀，主要是腰部这一块就这么一个小细连杆啊，很危险，你总得拖着它点儿，让开所有的空间。再把胸口的这一片车窗旋转180度，这边就有雨刮器了，而且这个车窗会更加的大一点。好，车头的位置我们现在变成这样，然后啊，稍微的挪开，再从这个位置，灰色和红色中间这里还有一个转轴，刚才我们转的是这一块，现在要旋转这一块。所以这个位置也是很纤细的，小心一些，挪开下方这里所有阻挡的空间，把这里往下让一让，全部腾开，这些地方张开以后，只从这个地方转。哎呀，很纤细，很危险。好，我们就把上半个从这里180度折叠下来了。哎，这个时候注意看侧面这里，刚才我们从腰上立起来的这片立好。这一块翻进去，折叠下来，根部这里是一个滑槽，往里推。推过来之后，前方这里会出现一个锁扣，我们可以先把这里定一下，插住。侧面这里又会出现2个小的卡扣，把这个3角区域插上。先定住一面，再来包另外一面，折上来。把这一块往里放，往下弯折，注意和前方的这里转向灯的后方插扣结合，上边的滑道缩进去，3角的车窗夹住。车头固定好之后啊，刚才我们借助了这2个插扣去固定侧面的插扣，这回侧面的插扣固定好了，再把中间这里打开，让出来中间的转轴位置，我们把腰部顺着这里边旋转个180度，哇，还是很容易炸开的。哎，挪过来，现在就把腿顺到了后方。主要是腰部这里太危险了，看起来啊太细了这连杆。哎，挪一挪，挪一挪，这块先不结合啊，我们先把它张开，变成这样的程度。这回就到了我们看到说明书刚才画错了的一步啊，人形是张开的，车型要把胯部这个关节缩窄，挤进去，后腰这里方块翘起来，侧面的这2片往中间夹合，
接着掏出来一条腿，我们把侧面的盖板打开，然后这一片这里也是一个合金的零件，打开，翻出来它的轮胎，这里边有一个定位点啊，卡住之后，腿部这里再回归，然后我们打开这块的板子，里边手指顶进去，往下压，这个里边的双关节搓到底的时候，这个板子会自动的贴上去啊。我们把这个腿缩短，压住，好，这条腿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大脚板顺着这里边多段的关节，我们把它拉起来，顺着脚后跟的转轴旋转180度，再把这一块折叠回来脚尖儿。注意看，这个时候出现一方一圆两个豆，把它折起来，包住，再跟侧面的这块板进行结合。这根部是一个双段的关节，稍微的搓一下，调整位置，把这里的2个卡扣定好。那一条腿我们就变成现在的样子了。然后整个的胳膊缩短，把这2节放好。看这里边，主要刚才就说这个很危险的转轴位置啊，连同下方这里其实是有3段转轴关节的。我们把它一个 Z 字贴上去，但也要注意前方这里红色的保险杠的位置，要把它折出来。所以呢，操作的时候啊，这边还得再调整一下，多压一压。这里边的结构是什么呢？一个深灰色的双段关节搓到里边，外边的红色零件保险杠还要贴到车的前方，一定要贴满对齐了，所以这里要调整一下。调整到差不多，腿部已经收回去的状态下，侧面这里会出现2个长的卡扣，跟大腿这里先固定一下，找一个位置，然后前方保险杠的结合。注意它这里有一个斜着的插桩啊，我一开始以为我说变形不当导致这个插扣是不是掰歪了？其实不是，它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斜着的，因为这里边的孔洞啊，它斜着的更好找进去。这里边有2个插点，一个是电镀保险杠下方的圆孔，一个是侧面的方孔。顺着这个关节，我们把它折下来，这个多出来的尖儿呢，就放到深灰色的零件下方去。这里边尽量同时的去插吧，来回找一找，调整。叉摄模具精度还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变形到位呢，其实这些卡扣啊都是很容易找准位置的，而且密合完了以后缝隙对的也还行。把它全部捏好，放正，两边的侧面保险杠再转上来，顺着下边的缝隙把它插进去填满。最后就剩下车顶的这一块了，我们把这一块单独的拿出来啊，先把这2边顺着外侧旋转270度，对，这是一个90，这又是个180，270度把它转进去，然后把这一块翻正，叠下来。注意这个时候跟后玻璃有一个插孔结合，先压住捏起来，后方3角区域折叠开。侧面的车门折叠立起来，然后顺着顶子翻折放下来。这里边也是有很多插扣的啊，一点一点的全部闭合上。侧面这里又有一个维度的咬合，先把这儿放进去。里边这儿是挂钩。全部的贴好，就很完整了。一边锁住之后，另外一边就更好的解决。翻折下来，注意啊，错开这个边儿，先把这竖着的这一块插扣结合上，维度咬住，里边的挂钩跟这儿结合，最后把倒车镜翻起来。那么好，叉摄的这款铁皮车型就变形完成了。整体来说，变形的过程啊，其实
要我说，对于叉社自家的产品，这一款的难度还不算太高啊。手脚的变形其实都很简单，背后这一块全部的零件都藏到了肚子里边，所以翻折的时候也是单方向的轴旋转，卡扣找到就可以了。模具的精度很高啊，所以你每一个卡扣定位的时候，其实都能很好的找到它所需要固定的位置。再加上密合完成以后，整体的缝隙线对的还是很准的。难点就是在于车头的这一块。尤其这个前保险杠更换的位置啊，前轮还有保险杠这一块是要藏到肚子的侧面的，这里的车灯还要更换。最主要的是中间这一块的转轴，你在变形的过程中尽量还是摆平铺到桌子上去变，我感觉这个地方还挺危险的。需要变形注意的东西很多，但最终完成的效果，两个形态切换的都还不错。最关键的是，它把铁皮身上原先很不合理的一些东西，在玩具身上实体化了出来。比如说，车窗变成胸口以后的一言不合变大缩小；比如说，在作画省略阶段，人形整个肚子上边的车窗、车灯，还有这些雨刮器的装饰会省略掉，竟然也在人形的身上进行了里外面翻转还原了出来。所以说，叉社是一个挺抠细节的厂商，但是吧，我觉得这款铁皮的设计它抠的位置不对，它把侧重点都放在了这些需要去翻转的地方，但是在关节的处理的上边，在摆人形可动的时候太容易穿帮了，所以并不是一款照顾的面面俱到的产品。车型的完成度非常的高啊，整体的这个塑料质感、光泽、亮面闪闪发亮的感觉很不错。合金的轮毂，橡胶的轮胎，其实如果变形到位的话，推车滚动也是很溜的。360度旋转，其实这一款车型并没有太多暴露的地方。屁股后边来看，大玻璃雨刮器，左右的转向灯，车顶这里铁皮标志性的黑色天窗，底盘来看也就2条腿，整整齐齐。所以叉社啊，能想着把铁皮洗牌，他的想法是挺好的，但最终实现出来，车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人形也能还原个778。最关键的是把这些原本不合理，或者说在动画片里边演出的一些 bug 效果都能还原出来，也能想象这个设计师抠细节抠的挺厉害的。但就是人形的可动以及脚底最后那一块站的不是很平稳，其实我觉得是在设计时并没有考虑的全面的一些表现。再有就是变形过程中啊，这一块的危险结构，我觉得就算换成合金的，应该也挺危险的，因为太细了，它连接的东西太多了，上下半身的重量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结构之上啊，用合金的零件反而容易把与合金零件连接的塑料地方掰坏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叉社应该是用了一种很韧性的材质来增加它的强度吧，但这个问题的根源还是设计的上下各变各的，中间的这一块受力的成分太大。就像你做一个程序写底层代码，底层代码的逻辑是无法改变的，你只能在这些代码上边再增添一些详细的项目。而你当发现了 bug 之后，你想修改底层代码的逻辑，那是要比重做一款软件来的精力更多的。所以这款铁皮就像刚才形容的一样，它是底层代码的基础逻辑，关键点在这个位置上边出现了问题，所以变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么以上就是叉社的这款铁皮了，大家觉得这款铁皮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看法。这一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